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Nancy。今天呢是大年初五，先给大伙儿拜个晚年，然后呢，财神到，恭喜发财。另外，今天还是西方的情人节，所以祝愿朋友们、情侣们长长久久啊！因为是新年啊，我们做一期特殊一点的节目。最近呢，前一阵子我发了一个视频，就是丛林小屋的然后好多朋友啊，或者是陌生的朋友来打电话问我这个房子的情况，因为那个房子实在是非常漂亮。可是最终我们没有选择那个房子为什么呢？我今天来大概的讲一下这房子背后的故事，也当个段子，过年给大伙儿讲讲听听。就是这个房子呢首先它是5800尺，在那个所有的平台上，包括我们经纪人平台还有什么 Zillow 啊，所有平台上它都列5800尺。可是呢，当我查它税务的时候，它在税务记录上是4800尺，这就引起了我的注意。然后呢，就回家做了很多功课在这之前呢，因为我自己也做过很多装修啊什么的，所以这个房子我看出来它是 flipper， 就是翻修的那种翻新的房子。那我先跟对方的中介问一下，然后就知道了这个房子背后的故事。它是一个 wholesale， 然后先是100万买过来的，然后 flipper 呢花了120多万从 wholesale 手里买过来，然后后面一点很重要，他翻修的时候他是借的 hard money， 就相当于高利贷，然后他借了高利贷呢还不起了，然后这个房子呢最后相当于是放贷的人给收走了，那这就更像是银行收回去的房子，所以对方可以一问三不知，你自己需要做功课，把所有的故事挖掘出来。那第一点发现它面积不对，于是呢往后倒，发现过去的几次交易在系统里它都是显示5800尺，但是因为差了1000尺，那就继续做功课，然后把那个最近的 appraisal 调出来，然后发现它在2楼是差了1000尺。那我把它20年前所有的这个房屋历史挖出来之后，发现它在20年前申请过remodel 的 permit。 那这个 permit 呢，它只申请了，但是没有被验收，所以我就怀疑它这1000尺很有可能是当时 remodel 然后没做完，或者说做的他可能觉得不合格，所以最后就没有验收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City 没有记上来那个1000尺。那继续讲后来我把他原始申请的 permit 的记录都要来了，那一对比发现他其实当年申请20年前申请的是增建一个车库，并没有说增建楼上的房子，所以他楼上的房子楼上多出来的卧室就是1000尺，全是他相当于违章建筑，这是一个隐患还有一个隐患呢，是因为你们大伙儿都看出来这个房子非常非常漂亮，所以这个 flipper 呢，他把厨房弄得很好看，然后很重要的一点，他在院子里看到院子户外有一个很漂亮的户外厨房，但是这个房子呢，它本身超过了1 acre， 在我们这边1 acre 的地通常是不是 city 的走水系统，就是下水系统，它是用的化粪池。那化粪池呢，你在上面建任何的建筑都需要环保部门的审批，所以就是做功课的结果是这个 flipper 它根本就没有申请 permit。 那我又给 city 的建筑 city 负责这方面的发邮件，然后问如果要是这个房子想把那1000尺然后记录进来，那有什么要求？那 city 就说前提是你需要重新申请 permit。 但是重新申请 permit 呢，我说20年前的图纸也没有了， city 讲那你可以再请一个
engineer 就是有执照的工程师，相当于来你这个房子画了图纸，然后重新去递交申请，然后 City 呢再按照现在的建筑标准来审理。那我问，要是不合格呢？然后 City 说，你可以把它拆除。那这就是我们发现的整个这个房子背后的故事。那我想前几次买卖的时候，可能反正种种原因吧，就是这么混过去了。那因为我发现了这个事情，我觉得就是跟客户解释清楚，那客户考虑了一下他自己情况，说不想做这么麻烦的事儿，因为这些有可能是坑。如果要是按照现在的建筑标准不合格呢，那怎么办？还有那个户外的那个厨房，要是不符合标准呢，那就都得拆掉。所以最后我们就没有要这个房子。当然了，这个房子真的是非常非常漂亮，也不排除有一些人就一眼看上，那就什么麻烦都不嫌了。但是呢，我还是把这个情况跟朋友们介绍一下，因为实在是打电话来找我问的，不管是新朋友啊还是老朋友都比较多，说这是哪儿的房子啊，怎么这么漂亮啊？那我再说一下，就是房子很好看，但是背后的故事还是需要知道的另外多嘱咐朋友们几句就是 flip 的房子一般的特点就是颜值很高，很容易一见钟情，但是呢那个心儿真的不好说，就是我不能说一概而论的说它不好，但是有可能藏得比较深，所以碰到 flip 的房子一定要多做功课，查仔细了。好的，这是新年特辑，谢谢大伙收看。